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收看以及收听 Easy Mandarin Minicast 中文小播客。虽然我的这个开头非常的欢快啊，但其实我今天想聊一个挺沉重的话题：人究竟应该怎么做真实的自己？假如你甚至都不了解什么是真实的自己的话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对自己了解是挺少的，知之甚少啊。就是每天浑浑噩噩啊，生活也很是迷茫，不知前路究竟在何方，甚至对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，完全不知道、不清楚啊。别人假如问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会这样用自己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，然后脑袋是空空如也的，因为我确实并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是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，我觉得才在认识自己的道路上有了一点点突破。就是之前可能模模糊糊的、隐隐约约的觉得自己可能是那个样子吧，但是不敢认，不敢去认那个在迷雾中隐隐绰绰的影子就是自己，会觉得那好像离自己有点遥远，那好像是一个虚假的东西。但是今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啊，其实我觉得主要有两件事情让我把那一团迷雾给拨开了。第一个就是今年我和我老婆吵架的频次增加了不少啊，第二个就是烈度也增加了不少。可能是我老婆对我的忍耐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啊，就是她不断的和我说很多很多东西，就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怎么对待他，我好像有点油盐不进啊。我老婆是一个渴望和人亲近，希望能彼此真正了解，走进对方心里这么一个人。我虽然觉得我好像也是这么一个人，但是我有一堵心墙一直竖在那里，就是到某一个时刻，我会迅速的退到墙之后，因为我会害怕冲突，我特别害怕面对一些不好的情绪。但是我老婆每看到我把墙竖起来的时候，她的情绪会越发的高涨，烈度会增加好几个等级。所以这个状态下，我们就会陷入非常剧烈的争吵当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可能是争吵吧，也可能是后面的复盘啊，那道墙似乎裂开了一道缝，慢慢的有一些阳光给透进来了。我觉得我老婆其实在我的生命中，我觉得她其实就是我的阳光。虽然有些时候乌云会挡住她这个阳光，但是我能在乌云的边上看到香边啊，金色的香边，所以让我心里是很安心踏实的。所以她其实在我们的关系里是让我非常踏实的存在，但是其实在她的角度看来，她对我是有些失望的，所以这个让我其实陷入了一些恐慌当中。我会在想，我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真正的问题就是，我明明已经从那里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，因为他会和我说我的问题在哪里，但是我为什么就改不了呢？后来可能那堵墙上的裂缝啊，射进了一些阳光，照进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比较阴暗的角落。我其实一直不敢面对这个角落，但后来我知道了，这个角落其实挺阴暗的所以我把它深深的隐藏起来，不让他人看到，不让他人发现，甚至不让自己发现。那其实就是我的童年的那段经历，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创伤，但是我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感到了特别大的孤独感以及被忽视的感觉，这个其实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。这个是我要说的第一点。第二点其实就是我和茶叔做了一个大叔小站啊，不知道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在上面我们其实会发布一些文章啊、故事等等，我和茶叔各写一部分。自从开始写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这个笔端呢，好像不自觉会把我带向一个方向，我不用去想今天的题材应该写什么，今天的故事的走向是什么，我的这根笔会不自觉把我带到一个方向，其实就是我的小时候。说明那段时光是我最渴望去了解、去挖掘、去探索、去真正把它剖开的那么一段时光。那段时光对我整个人的一生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。特别是我之前说过，就是我有一整年的时间都在乡下，
和我奶奶2个人生活在一起。等到我回到县城之后，我父母又特别的忙，因为我爸妈是开这个家具厂的，家里有很多学徒、木工师傅等等，所以吃饭的时候基本上一大桌子10几个人一起吃饭，我并没有感受到被关注的感觉。我爸从那个时候开始又特别忙，成天去应酬，基本上我觉得在小时候那一段时光，我是一个特别被忽视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从那个状态里头，我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的走出来，所以那段时光把我塑造成了如今这副样子，所以我才有这么一个感觉，假如我没法回到那段时光，真正去在那段时光里重塑自己的话，我就没法和那段时光的自己和解，我就没法真正的走出来，我就没法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自己，然后重塑自己。今年我已经39岁了，很多人其实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有很高的成就了，但是我感觉自己中不溜的，上也不是下也不是，我感觉自己被卡在那段时光里一直出不来。所以我觉得如何真正做自己，你首先需要找到最真实的自己，而且这个真实的自己可能并不是说就在你的身边，就在你的眼前，而是可能在一个角落里被你掩藏了，甚至掩埋了，你需要把它找出来，需要伸出你的大手把它拉出来，慢慢的引导它走到阳光底下，这样你可能才能做真实的自己。其实这个过程并不容易，甚至是挺痛苦的，但是说实话，人生我感觉已经过半了吧。我今年马上就40岁了，我能活到80岁吗？要能活到80岁的话，其实人生已经过半了。那么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，要做的其实就是从现在开始吧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，下次再见。